我有个秘密，我能看见别人头顶上的气。我那好嫡姐头顶凤凰气，马上要当太子妃了，所以她能心安理得的抢我娘的遗物，踩着我的脸骂我是坏种。我那好嫡母头顶富贵气，所以她能笑着罚我跪在雪地里，说我这都是命。我爹安国公头顶官禄气，所以他能对我所受的苦视而不见。他们都说这是命，可我看见嫡姐的凤凰气里缠着一条黑线，嫡母的富贵气薄的像层纸，我爹的官禄气正被一个反字戳得千疮百孔。他们还看见我头顶一团灰不溜丢的废柴气，但他们看不见我这团灰气稳如老狗。他们更不知道我这双手除了会干活，偶尔还能剪断几根不顺眼的线。我叫裴清无，国公府的四姑娘，说是姑娘，其实跟个跑腿丫鬟没差。我娘死得早，我爹不待见，嫡母陈氏和嫡姐裴云舒更是把我当成眼中钉。这天裴云舒要我过去伺候，一进门我就看见她头顶上那团气，好家伙，那叫一个气派！一只五彩斑斓的凤凰，翅膀张开，几乎要把整个屋子占满，金光闪闪，锐气千条，这是顶级的富贵气运。也难怪再过3天就是太子选妃的日子，她是大热门，整个国公府的希望都压在她身上。跪下，裴云舒坐在梳妆台前，眼皮都没抬一下，我顺从地跪了下去。在他这种气运冲天的人面前，任何反抗都是傻子行为，更何况我的气灰扑扑一团飘在我脑袋顶上，像个舍不得离去的屁。我自己管这个叫废柴气。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他终于从镜子里瞥了我一眼，眼神里的厌恶不加掩饰。我低着头，不急，哼，还在装。他冷笑一声，从首饰盒里拿出一只木簪，那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遗物，样式很旧了，簪头刻着一朵快要磨平的莲花。这东西配不上你这奸婢的娘，更配不上你。他把木簪拿在手里把玩，我要把它扔进茅厕，让你娘在九泉之下都闻着臭味。我心里咯直蹬一下，但我没抬头，也没说话，因为我看见了，就在他拿起木簪的那一刻，他头顶那只金光闪闪的凤凰尾羽最末端悄无声息地缠上了一缕黑气。那黑气很细，像根头发丝，但它黑得纯粹，带着一股子腐烂终结的味儿，是死气。我嫡姐的好运要到头了。怎么不说话？哑巴了？裴云舒见我没反应，有些不耐烦，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用脚尖抬起我的下巴，一个庶出的贱种也敢有念想。告诉你，等我当了太子妃，第一个就弄死你。他的脸凑得很近，我能闻到他身上昂贵的香料味，也能看见他眼底深处那股子即将被霉运反噬的微弱灰败。我心里盘算着这死气源头在哪。我顺着那根黑线往上看，线的另一头虚虚的连着屋子外面，指向东宫的方向。原来如此，当太子妃不是他的运，是他的劫。姐姐，我终于开口，声音放得很轻，这簪子是我娘遗物，对我很重要，重要。她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你的东西我想拿就拿，想扔就扔，你算个什么东西？她举起手，一个耳光扇了过来，火辣辣的疼。我没躲，反而趁着他打我的瞬间，用指甲飞快地在他手腕上一个他自己都看不见的气运节点上轻轻划了一下。我的废柴气能让我看见所有人的气运，但它还有一个小秘密，它能让我在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给别人的气运开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口子。平时这口子什么用都没有，但如果对方的气运本身就有问题，比如像现在这样沾上了死气，那这个小口子就会变成一个溃烂的口子，死气会从这里加速涌入。过他打完，心情似乎好了点，把木簪扔在地上，用脚捻了捻，看着就晦气。赏你了。我忍着脸上的疼，把碎成2半的木簪捡起来，一言不发地退了出去，回到我那又冷又破的小院子。我看着手里的缎簪，没哭，我只是抬头看了看天，东宫方向那条本该气冲云霄的金色龙气，那里已经开始发黑，像一条被虫蛀空了的木头龙。裴云舒，我的好姐姐，你不是想当太子妃吗？去吧，我等着看你的凤凰是怎么一头撞死在这条破木龙身上的。3天后就是你自掘坟墓的日子，选妃的日子到了。国公府上下张灯结彩，比过年还热闹。裴云舒穿上了宫里特意送来的太子妃备选礼服，朱红色的宫装，绣着展翅的凤凰，华丽的晃眼。她头顶那只凤凰气运也膨胀到了极致，金光几乎刺痛了我的眼睛。但那根黑色的死气也变粗了，像一条毒蛇，死死缠在凤凰的脖子上。
他自己却毫无察觉，满脸的志在必得。嫡母陈氏拉着他的手，满眼都是骄傲。舒儿，今天过后，你就是这大燕最尊贵的女人之一了。母亲放心。裴云舒笑得矜持又得意，他们都没看我一眼，因为我正跪在院子中央，罪名是冲撞了嫡小姐的贵气。陈氏说我一身晦气，怕我影响了裴云舒的好运，所以罚我跪在这里，不许踏出院门半步。正合我意，我跪在冰凉的石板上，抬头就能看见前院那冲天的喜气，也能看见国公府上空那原本还算稳固的官禄气，因为和裴云舒这带着死气的凤凰气运搅合在一起，已经开始出现裂痕，真是愚蠢的可笑。时辰快到了，裴云舒在丫鬟婆子的簇拥下准备出门登车。我低下头，装作害怕的样子，实际上眼睛死死盯着他裙摆上一个不起眼的气运节点，那是他整个凤凰气运的根基之一。只要这里出问题，凤凰就会不稳。我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带着晦气的东西。很快它就来了，一只黑猫，不知道从哪个墙角钻了出来。它浑身漆黑，只有眼睛是碧绿的，身上缠绕着一团若有若无的灰败之气，是指运气不怎么好的野猫。它大概是被前院的热闹吸引，想来讨点吃的，就是它了。我悄悄从袖子里摸出一块小鱼干，这是我昨天特意从厨房偷的。我把鱼干用只有我自己能看见的废柴器包裹住，然后屈指一弹，鱼竿划出一道看不见的弧线，精准地落在了裴云舒即将路过的地方。黑猫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它喵的一声，闪电般窜了出去。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裴云舒正仪态万方地往前走，黑猫猛地从旁边窜出来，直奔那块鱼竿。它太快了，也太突然啊！一个捧着礼盒的丫鬟被他撞了个正着，那丫鬟尖叫一声，手里的东西脱手而出，礼盒在空中翻滚，盖子开了，一顶镶满了东珠和宝石的凤冠掉了出来，不偏不倚，正好砸在旁边一个炭盆里。炭盆里还有未燃尽的火星，刺啦一声，凤冠上华丽的羽毛和丝绦瞬间被点燃，冒起一股黑烟，带着一股焦臭味，整个场面瞬间凝固了，所有人都傻眼了。裴云舒的脸白了，他头顶那只巨大的凤凰气羽猛地一颤，被死气缠绕的脖子发出了一声无声的哀鸣。我看见他的一根主翅灵羽断了，我的凤冠。裴云舒最先反应过来，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他疯了似的冲过去，想把凤冠从火盆里抢救出来，但已经晚了，凤冠被烧得面目全非，名贵的东珠也裂了好几颗。是谁的猫？是谁的猫？他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那只已经叼着鱼竿溜走的黑猫，歇斯底里，没人敢说话。陈氏的脸也彻底沉了下来，还不快把火弄灭！他厉声呵斥，丫鬟们手忙脚乱的泼水，场面乱成一团。我在后面跪着，低着头，嘴角微微勾起，真是好大一出戏啊！出门前备选太子妃的凤冠被烧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裴云舒，你的太子妃之路还没开始，就已经蒙上了一层洗不掉的阴影，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你的好运正在被那根黑线一点一点的吞噬。我等着看你头顶的凤凰彻底熄火的那一天。凤冠被烧是天大的不祥之兆，裴云舒进宫的时辰硬生生被耽误了，整个国公府都笼罩在一片低气压之下。我爹安国公裴正红闻讯赶来，脸黑的能滴出水。他看了一眼那顶被烧得乌七八糟的凤冠，二话不说，抬手就给了陈氏一个耳光。啪，声音清脆响亮，陈氏被打得一个趔趄，捂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他。老爷，你就是这么管家的？裴正红怒吼，这么重要的日子出了这么大的岔子，我们安国公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我看见随着这一巴掌，陈氏头顶那本就薄如蝉翼的富贵气剧烈地晃动了一下，边缘处裂开了一道小口子，而我爹头顶那团官禄气也暗淡了几分。家宅不宁，损的是整个家族的气运，真好。狗咬狗，一嘴毛。老爷，这是意外啊！陈氏哭着辩解，是一只野猫突然冲出来，意外。裴正红冷笑，我看是有些人存心要我们国公府不好过。他的眼神像刀子一样扫过院子里的每一个人，最后落在了我身上。我立刻低下头，身体缩成一团，瑟瑟发抖。演戏我是专业的，把这个贱丫头给我拖到祠堂去，重打30大板。他指着我下了命令，爹不要。我还没说话，裴云舒突然开口了，他眼睛通红，但脑子似乎还没坏透。爹，今天
是我大喜的日子，不宜见血。要是传出去，说我苛待庶妹，名声就更坏了。裴正红愣了一下，胸口剧烈起伏。他知道女儿说的对，现在最重要的是补救。哈，他重重哼了一声，那就让他去祠堂跪着，没我的命令不许起来。是我被人拖着往祠堂走去，路过裴云舒身边时，他用只有我们俩能听见的声音说：“裴庆武，你别得意，等我从宫里回来再跟你算账。”我没理他，我只是看了看他头顶那只凤凰的翅膀断了一根，飞起来已经有些不稳了。他还想当太子妃，做梦去吧。祠堂里很冷，我跪在蒲团上，听着外面的动静。陈氏动用了娘家的关系，紧急从宫里的上服局调来了一套新的凤冠和礼服，虽然不如原来那套华贵，但也算勉强过得去。时辰已经晚了，裴云舒的车驾匆匆忙忙地赶着进宫，我闭上眼都能想象出他此刻有多狼狈。到了晚上，一个老婆子给我送来了饭，一碗清粥，2个硬邦邦的馒头。四姑娘，吃吧，夫人吩咐的。我没动，我看着这个老婆子，她是陈氏的陪嫁，心最黑。她头顶的气是浑浊的灰色，上面沾染着不少黑点，是做多了亏心事，损了阴德的表现。夫人还有什么吩咐吗？我轻声问。老婆子咧开嘴，露出一口黄牙。夫人说：“四姑娘，你八字轻，命里带帅，冲撞了大小姐的贵气。大小姐这次要是选不上太子妃，就是你克的。”我心里冷笑，来了，早就知道他们会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这套说辞是早就准备好的，无论裴云舒选上选不上，我这个扫把星的罪名都跑不掉了。如果他选上了，那是我爱了他的路，要除掉；如果他选不上，那是我克的他，更要往死里整。陈氏的算盘打得真精，可惜他算错了一件事，他以为我还是那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我知道了，我端起粥喝了一口，粥是凉的。我在心里默默地看着陈氏那团岌岌可危的富贵气。你不是想用我当替罪羊吗？好啊，那我就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到底是谁克了谁。我在祠堂跪了2天，第3天宫里来消息了，裴云舒被封为太子侧妃，不是正妃，是侧妃。消息传来，整个国公府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本来以为是10拿9稳的太子妃之位，结果只得了个侧妃，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我爹裴正红当场就把书房里一套他最心爱的瓷器全给砸了。我能看见国公府上空那团官禄气猛地塌下去一角，像个被戳破了的气球。陈氏的脸色比死了爹还难看，他头顶那团富贵气现在只剩下薄薄的一层金光，底下全是翻涌的黑灰色。完蛋了，他完了，国公府也快完了。我被人从祠堂里放了出来，一出来就被叫到了陈氏的院子里。他坐在主位上，裴云舒坐在他旁边，眼睛肿得像核桃，显然是哭过了，跪下。陈氏看见我，抓起桌上的茶杯就砸了过来，我偏头躲开，茶杯在我脚边摔得粉碎。你这个扫把星，丧门星！陈氏指着我破口大骂，都是你，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舒儿的太子妃之位才没了。裴云舒也用怨毒的眼神瞪着我，母亲跟他废什么话，把他拖出去乱棍打死，给我陪葬。他竟然用了陪葬这个词，可见只当上一个侧妃对他来说跟死了没什么区别。我跪在地上，心里平静得很。我看着他们头顶的气宇，裴云舒的凤凰现在只剩下一只秃毛鸡的大小了，还歪歪扭扭的，那根死气的黑线已经彻底融入了他的身体，药石无医。怎么你还有理了？陈氏见我不说话，更加愤怒。你这个不孝女，克父克母克姐妹，我们裴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祸害？我抬起头看着他，夫人，我缓缓开口，大小姐没当上太子妃，真的是因为我吗？不是，你还有谁？选妃当日凤冠被烧，确实不吉利，可那只是一只猫引起的意外。我顿了顿，继续说，我听说太子殿下之所以没选姐姐当正妃，是因为姐姐在殿前失仪了。你胡说！裴云舒尖叫起来。我没有胡说。我看着他，眼神很平静。我听说姐姐因为耽误了时辰，心急火燎，在向皇后娘娘请安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自己的裙角，摔了一跤，是吗？裴云舒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这件事是他最大的耻辱，被府里瞒得死死的。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当然知道，我看见他那只翅膀断了的凤凰飞起来一瘸一拐，就知道他肯定会出事，走路摔跤都是轻的。你是怎么知道的？陈氏也愣住了，声音有些发颤。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我轻声说：“夫人，大小姐的运气不好，摔了一跤，失了太子妃之位，这怎么能怪我呢？”你陈氏气得说不出话来，而且我话锋一转，看向他：“我听说，为了给大小姐补上那套礼服，夫人动用了您娘家哥哥的关系，从上服局强行挑的，为此还得罪了宫里的德妃娘娘。”陈氏的脸色彻底白了。德妃是这次太子妃人选的另一个热门，吏部尚书之女的姑母。她这么一搞，等于把德妃彻底得罪了。吏部尚书在朝中的势力可不比我爹小。你到底想说什么？陈氏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恐惧。我看着他那即将消散的富贵气，笑了。我不想说什么，我只是觉得一个人的命运啊，都是自己做的，怨不得别人。我说完，磕了个头。夫人若是非要觉得是我克的，那便打死我好了。只是打死我，大小姐就能当上太子妃了吗？国公府就能回到从前了吗？我的话像一把锤子，狠狠砸在他们心上。是啊，打死我有什么用？事情已经发生了，裴云舒的太子妃之位已经飞了，国公府得罪了德妃，前途未卜。这一切，杀一个庶女能改变什么？陈氏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裴云舒看着我，眼神复杂，有怨恨，有不甘，还有一丝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畏惧。他们开始怕我了，这就对了。一个只会摇尾乞怜的狗是活不长的，但一个能精准戳到你痛处，让你感到害怕的扫把星，你动它之前就得先掂量掂量了。我知道我暂时安全了，但这还不够，我要的是他们万劫不复。裴云舒还是进宫了，顶着太子侧妃这个不尴不尬的头衔，坐着一顶小轿，从侧门被抬进了东宫，连一场像样的婚礼都没有。他走的那天，我看见国公府上空那团本就萎靡的官禄气，又被硬生生撕走了一块，融进了东宫那团巨大的内里腐朽的容器里。国公府被吸血了，而这只是开始。裴云舒进了宫，日子并不好过。太子李承泽本就因为没选到心仪的德妃外甥女而憋着一肚子火，现在娶了个在他看来不祥的裴云舒，更是没给过他一天好脸色。新婚之夜，太子宿在了别的姬妾那里，第二天裴云舒就成了整个东宫的笑柄。这些消息都是我从府里下人的闲言碎语里听来的。他们说起大小姐在宫里的遭遇，语气里满是幸灾乐祸。这就是人性，你高高在上时，人人捧着你，你一落魄，谁都想来踩一脚。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扫院子，给花浇水。陈氏大概是真怕了我，没再来找我麻烦。府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压抑。我爹在朝堂上被吏部尚书一派处处针对，好几个重要的职位都被人抢了去。他回家后就喝酒，然后对着陈氏发脾气。夫妻俩的争吵声隔着半个院子都能听见。我看着他们头顶的气运一天比一天衰败，陈氏的富贵气已经快看不见了，只剩下灰败的底色。我爹的官禄气也从原来气派的楼阁变成了一座摇摇欲坠的破茅草屋，而我那废柴气依旧是灰扑扑的一团，但它很稳，任凭外面狂风暴雨，它自岿然不动。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宫里突然来人了，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大太监，点名要见我。我心里咯噔一下，但面上不动声色。该来的总会来。我被带到了正厅，我爹和陈氏都在，脸色都很难看。那大太监坐在椅子上，喝着茶，捏着嗓子说：“安国公，侧妃娘娘在宫里病了。”陈氏一下子站了起来：“舒儿怎么了？”侧妃娘娘思念家人，茶饭不思，身子日渐消瘦。皇后娘娘仁慈，说府里送个姐妹进去陪陪她，兴许就好了。大太监的眼神像看货物一样在我身上扫来扫去。我看这位四姑娘就不错。我爹和陈氏的脸色瞬间变了，他们都明白这不是什么好事。宫里是什么地方？吃人不吐骨头。裴云舒自己都混成那样了，把我送进去不是陪伴，是送去给他当出气筒，当替死鬼的。这我爹犹豫了，我再怎么不受宠也是他女儿，送进东宫那个虎狼窝，生死难料。怎么国公也有意见？大太监皮笑肉不笑，这可是皇后娘娘的恩典。我爹的额头冒出了冷汗，他不敢得罪皇后。我看着他头顶那座快塌了的茅草屋，心里一片冰冷。我知道他会放弃我。果然，他挣扎了片刻，一咬牙，全凭公公做主。陈氏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快意的笑容，他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死人。很好，我心里想，你们不是觉得东宫是龙潭虎穴吗？你们不是想把我送进去死吗？那我就进去给你们看。我倒要看看，是东宫那条内里
被蛀空的破木龙厉害，还是我这个能剪断气云线的扫把星更硬？去东宫正合我意，因为国公府这棵烂树的根就在那里，我要亲手把它拔出来，斩草就要除根。东宫比我想象的还要压抑，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外表看着金碧辉煌，但在我眼里，整个东宫上空都笼罩着一层肉眼可见的黑气。那条属于太子的金龙气运，现在已经变成了黑金色，身上布满了裂纹，奄奄一息。这地方气数已尽，我被带到了裴云舒的住处，一座偏僻的小院，名叫晚照轩，听着就不是什么好名字。院子里冷冷清清，只有一个小丫鬟和一个老嬷嬷。我一进去就看见了裴云舒，她瘦得脱了形，穿着一身素净的衣服，坐在窗边发呆，头顶那只秃毛髻，哦，不是凤凰气运，已经小得快看不见了。身上那根死气的黑线却粗得像根绳子。你来了。她看见我，眼神里没有半点姐妹重逢的喜悦，只有麻木和怨毒。凤皇后娘娘懿旨，前来陪伴姐姐。我规规矩矩的行礼。陪伴？她冷笑一声，是来看我笑话的吧？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裴清武，我变成今天这样，都是你害的。她抬手就想打我，我没躲，只是轻轻说了一句：姐姐，你的脸怎么这么白，跟纸一样。她的手停在了半空中，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女人没有不在意自己容貌的，是不是最近夜里总做噩梦，睡不安稳？我继续问。她瞳孔一缩，你怎么知道？我还知道，姐姐，你最近总是心慌气短，食欲不振，身上还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些淤青，对不对？这些都是被死气侵蚀的症状。裴云舒的脸色彻底变了，他看着我的眼神从怨毒变成了惊恐。你到底是谁？我是你妹妹啊。我笑了笑，扶着她坐下。姐姐，你不是被害的，你是被邪祟缠上了。我胡说八道的，但对付这种做贼心虚的人，这招最好用。邪祟？裴云舒吓得声音都抖了。对，我点点头，装模作样的看了看四周。姐姐，这院子阴气太重了，你身上的阳气正在被一点点吸走。我指着她梳妆台上的一面铜镜，特别是那面镜子，问题最大。那面镜子是太子送给她的，上面缠绕着一丝属于太子的黑金龙气，正是这丝龙气在加速吸收他的气运，来弥补太子自身的亏空。太子在拿他当挡箭牌，续自己的命。当然，这种事我不能直说。这镜子有什么问题？裴云舒紧张地问。这镜子能照见不干净的东西。姐姐，你天天照，魂儿都要被吸走了。我压低声音说得神乎其神。裴云舒吓得尖叫一声，猛地把那面镜子推到了地上，哐当，铜镜摔在地上，镜面上映出他惊恐万状的脸。我看见缠绕在他和镜子之间的那丝黑金龙气断了，他头顶那只快要消失的凤凰居然稳住了一点点，虽然还是只秃毛髻，但至少暂时死不了了。裴云舒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他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从惊恐变成了依赖。清武，救我，你一定要救救我。他抓着我的手，像是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心里冷笑，救你？我只是不想你死得那么快，你死了，太子就会找下一个倒霉蛋来戏。我要的不是你死，我要的是太子和你和整个国公府一起完蛋。你这颗棋子还有用。姐姐别怕。我拍了拍她的手，一脸的真诚，有我在，不会让你有事的。从那天起，我在东宫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裴云舒对我言听计从，他说我是他唯一的依靠。我让他把太子赏赐的东西都收起来，他就收起来。我让他每天用艾草水洗澡，他就洗。他的气色居然真的好了一点，而我也利用他的信任，开始在东宫里悄无声息的布我的局。我知道那条蛀空的黑金龙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我要把它挖出来，而突破口就在那个被太子冷落却独得皇后青睐的太子妃身上。太子妃姓王，是皇后的亲侄女。她是个很安静的女人，终日待在自己的院子里念经礼佛，不问世事。在东宫，她就像个透明人，太子不碰她，下人也怠慢她，但所有人都知道，只要皇后在一天，她这个太子妃的位置就稳如泰山。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御花园，她坐在亭子里，手里捻着一串佛珠。我看见她头顶的气宇很奇怪，是一朵金色的莲花。莲花是佛家的象征，代表纯净和祥和，但这朵金莲却被一团浓郁的黑气包裹着。黑气里，
我甚至能看到无数张痛苦挣扎的人脸，这是怨气，滔天的怨气。一个吃斋念佛的太子妃身上怎么会有这么重的怨气？事情绝对不简单。我找了个机会，借着给裴云舒送东西的名义，接近了太子妃的院子。她的院子守卫不严，我很容易就溜了进去。院子里有一间小佛堂，怨气的源头就在里面。我躲在窗外，悄悄往里看。佛堂里香烟缭绕，太子妃跪在蒲团上，背对着我，嘴里念念有词。在她面前的佛龛上没有供奉佛像，而是摆着一个黑色的木牌，上面没有字，是个无字牌位。我心里一动，这牌位是供奉谁的？我屏住呼吸，将我的废柴气凝聚在眼睛上，瞬间我眼前的世界变了。佛堂里那些缭绕的香烟，在我眼里都变成了灰黑色的怨气，丝丝缕缕全都钻进了那个无字牌位里。而太子妃头顶那朵金莲正在不断地释放出金光，净化这些怨气。但怨气太多了，金莲已经有些不堪重负，光芒忽明忽暗。我明白了，太子妃不是在念经，她是在镇压，用她自身的气运镇压这个牌位里的滔天怨气。可这怨气是哪来的？就在这时，太子妃好像察觉到了什么，猛地回头。我赶紧缩回头，躲在墙角，心脏砰砰直跳。过了一会儿没动静，我才悄悄探出头，她已经站了起来，走到了佛龛前，用一块黑布将那个无字牌位盖了起来。然后她转过身，走出了佛堂。我看见她的脸很苍白，没有一丝血色，眼神里是化不开的悲伤和仇恨。我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这个牌位和太子有关，和东宫那条被诛空的龙气有直接关系。这才是东宫真正的秘密，也是扳倒太子的最关键的钥匙。我必须想办法知道那个牌位后面到底藏着什么，但不能硬来。太子妃虽然看着柔弱，但她头顶那朵金莲蕴含着极强的佛力，硬闯我会被反噬。我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能让太子妃自己把秘密说出来的契机。我看了看天色，是时候去给我那位好姐姐再指点一下迷津了。我回到晚照轩，裴云舒正在发脾气，摔了一地的瓷器碎片。他居然敢这么对我，他居然敢！他双眼通红，状若疯魔。不用问，肯定是又被太子气着了。姐姐，消消气。我走过去扶住他，消气？我怎么消气？他一把推开我，那个贱人！太子居然为了他打我。他说的贱人是东宫新得宠的一个舞姬。太子被那个狐狸精迷了心窍，我不过是说了他两句，太子就给了我一个耳光。裴云舒捂着脸，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轻舞，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在这个地方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我看着他，心里毫无波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姐姐，我缓缓开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太子会突然这么宠爱一个舞姬？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他会勾引人？不，我摇了摇头，是因为他能给太子带来好运。裴云舒愣住了，什么意思？那个舞姬我见过，她头顶的气运是一团粉色的桃花，这种气运对男人有致命的吸引力，还能旺男人的偏财运。我当然是瞎编的，那个舞姬的气运平平无奇，但我知道太子最近在外面开赌场，手气一直不好，输了不少钱。这个时候一个能给他旺运的女人出现，他自然会当成宝贝。那我呢？裴云舒紧张地问。姐姐你，我叹了口气，你头顶的凤凰是主富贵的正运，可太子现在走的是邪路，你的运他用不上，反而会觉得你碍事。我的话半真半假，但对裴云舒这种已经失去理智的人来说足够了，他信了。那我该怎么办？我不能就这么输给一个舞姬，想要赢回来只有一个办法。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怀上龙翼。裴云舒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对呀，母凭子贵，只要她能怀上太子的孩子，别说一个舞姬，就是太子妃她也不用放在眼里。可是太子他根本不来我这里，他又泄了气。他会来的。我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小纸包，这是一点能助兴的香料，你把它放在香炉里，太子只要闻到自然会。我没说完，但他懂了，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最后还是一把抢了过去。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我笑了笑，没说话。计划很顺利，太子果然中了招。3天后，裴云舒的院子里传出了喜讯，她怀孕了。消息一出，东宫震动。我爹和陈氏在府里也大大松了口气，国公府的气运似乎都因此回升了一点点。所有人都以为裴云舒要翻身了，只有我知道，这是催他命的符。
因为我给他的根本不是什么助兴的香料，那是一种西域奇花的花粉，无色无味，能迷惑人的心智。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特性，如果孕妇闻了不会有事，但如果一个正在用自身气运镇压邪祟的人闻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我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太子妃裴云舒怀孕的消息一定会传到她耳朵里。一个终日礼佛与世无争的太子妃能容忍一个侧妃先她一步怀上嫡长子吗？答案是不能。3天后的夜里，一个黑影悄悄潜入了婉兆轩的小厨房，我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是太子妃身边最信任的嬷嬷。她往裴云舒的安胎药里加了一包东西，我没有阻止。第2天一早，婉兆轩传出了裴云舒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她流产了，血染红了她的床单，是她，是王氏那个贱人害我。裴云舒像疯了一样要去找太子妃拼命，我拦住了她。姐姐，你现在去，没有证据，只会说你诬陷中共，罪加一等，那我的孩子就白死了吗？当然不会。我看着他，眼神冰冷。他害了你的孩子，我们就让他用整个东宫来给你陪葬。裴云舒小产，动静闹得很大，太子来看了一眼，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扔下一句好好休养就走了。倒是皇后派人送来了不少补品，还把那个下药的老嬷嬷抓起来打死了。表面上看是给了裴云舒一个交代，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事跟太子妃脱不了干系。可没有证据，皇后又护着，谁也动不了她。裴云舒躺在床上，面如死灰，孩子没了，他最后的希望也没了。他头顶那只秃毛鸡现在只剩下一口气，随时都会散掉。亲我，他拉着我的手，气若游丝。我好恨。姐姐，我帮你报仇。我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了一个计划。他听完，眼睛里终于重新燃起了一点光，那是复仇的火焰。几天后，是宫里的一个祭祀大典，东宫上下都要去参加。我扶着身体虚弱的裴云舒也跟在队伍里，太子和太子妃走在最前面。我看着太子妃头顶那朵被怨气包裹的金莲，知道时机到了。祭祀典礼程序繁琐，等进行到一半，众人都有了倦意。就在这时，裴云舒突然哎呦一声，捂着肚子，脸色惨白。我肚子疼。他身子一软，就要往地上倒，我赶紧扶住他。侧妃娘娘，周围的人一阵惊呼。太子回头不耐烦地皱了皱眉，怎么回事？回殿下，姐姐她可能是看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惊着了。我一边说，一边害怕地指着太子妃的方向。所有人的目光都顺着我的手指看向了太子妃，太子妃的脸色也白了。你胡说什么？我没有胡说。我带着哭腔，我刚才亲眼看见太子妃娘娘身后跟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婴儿。轰！我这句话像一个炸雷，在场的人全都倒吸一口凉气。血婴，这可是大大的不祥之兆。一派胡言。皇后厉声呵斥：来人，把这个妖言惑众的丫头拖下去。娘娘饶命，奴婢说的都是真的。我扑通一声跪下，哭着喊。那婴儿一直在哭，一直在喊还我命来。我的声音凄厉无比，配合着裴云舒痛苦的呻吟，场面诡异到了极点。皇帝和皇后的脸色都变得非常难看。祭祀大典上闹出这种事，简直是触了天大的眉头。你还看到了什么？开口的是皇帝，他眼神锐利，盯着我，似乎想看穿我到底是真的看到了，还是在装神弄鬼。我心里稳如老狗，面上却抖得更厉害了。我还看见那血印是从太子妃娘娘袖子里爬出来的。他还说佛堂里的牌位镇不住他了。我说完这句话，太子妃的身体猛地一晃，她头顶那朵金莲瞬间光芒大乱，包裹着她的黑气像沸腾了一样疯狂翻涌。我看见那无数张痛苦的人脸仿佛要从黑气里冲出来。太子妃心神失守了，她镇不住那股怨气了。佛堂？什么牌位？皇帝敏锐地抓住了关键词。太子的脸唰的一下白了。父皇，这丫头疯了，她的话不能信。她急了，她越急就说明我猜对了，佛堂里真的有鬼。走。皇帝没有理他，只冷冷地吐出一个字：禁卫军。立刻冲向了东宫。太子向兰被皇帝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不到1炷香的时间，禁卫军回来了，领头的将军手里捧着一个东西，正是那个被黑布盖着的无字牌位。牌位一出现，整个祭坛温度都好像降了几分，一股阴冷的气息弥漫开来。太子妃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黑血，她头顶的金莲彻底被怨气吞噬。完了，她也完了。皇帝走上前，
一把扯掉了牌位上的黑布，牌位是空的，但所有人都感觉到上面附着着一股能让灵魂都为之战栗的怨念。李承泽，皇帝猛地回头，死死盯着太子，一字一句地问：“告诉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太子的腿软了，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他头顶那条黑金色的破木龙发出了一声哀鸣，裂纹瞬间布满了全身。我知道东宫的天要塌了。皇帝下令封锁了东宫，所有相关人等都被带到了大殿，连夜审问。我和裴云舒作为受害者和目击者也被带了过去。真相很快就水落石出，比我想象的还要肮脏和可怕。那个无字牌位供奉的不是一个人，是999个婴儿的怨灵。太子李承泽天生体弱，命格有亏，一个道士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用秘法杀够1000个阴年、阴月、阴日出生的婴儿，取其魂魄，炼成千阴丹，服下后便可逆天改命，百病不侵，甚至会得长生。于是在过去10年里，太子和他背后的人，也就是皇后和他的母族王家，一直在暗中进行这个惨无人道的计划。他们从民间拐骗、购买，甚至直接抢夺符合条件的婴儿，已经害死了999个，还差最后一个。太子妃王氏之所以终日礼佛，是因为她偶然间发现了这个秘密。她善良不仁，却又无力反抗自己的家族和丈夫，只能用自己的佛法修为和气运来镇压那些婴儿的怨气，希望能化解他们的怨念。但她失败了，怨气太重，已经超出了她能承受的范围。而我只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推了一把，让这个脓包彻底破了。大殿之上，证据确凿，太子李承泽、皇后王氏以及所有参与此事的王家人全都瘫在地上，面如死灰。我弟安国公作为姻亲也被牵连，他跪在下面，抖得像筛糠。他头顶那座破茅草屋已经塌了一半。皇帝坐在龙椅上，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但所有人都感觉到了那暴风雨前的宁静。他最引以为傲的儿子，最信任的妻子，竟然背着他做出了如此丧尽天良、人神共愤的事情。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皇子争斗了，这是动摇国本的惊天丑闻。裴正红，皇帝终于开口，声音沙哑：“爹。”我爹一个机灵，猛地磕头：“臣冤枉，臣对此事毫不知情啊。”“是吗？”皇帝冷笑：“你的女儿是太子侧妃，你敢说你一点风声都没听到？”我爹说不出话了。你安国公府享受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富贵，现在出了事就想把自己摘干净。皇帝的声音越来越冷：“看你这国公也当到头了。”我爹瘫了下去，他头顶的茅草屋轰然倒塌，化为飞灰，官禄器彻底没了。紧接着，皇帝的目光转向了裴云舒。你身为太子侧妃，可知情？裴云舒吓得浑身发抖，拼命摇头：“臣妾不知情，臣妾也是受害者。皇上，我的孩子就是被王氏害死的。他还想博取同情，可惜在999条婴儿的性命面前，他那点委屈算个屁。”皇帝根本没理他，他站了起来，一步一步走到太子面前。镊子，他抬起脚，一脚踹在太子心口。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你对得起天下百姓吗？皇帝一脚接着一脚，太子像一条死狗，蜷缩在地上，一声不敢吭。他头顶那条黑金龙彻底碎了，化成了一缕黑烟，消散在空气中。他的气运金冷，传朕旨意。皇帝的声音回荡在大殿里，带着无尽的疲惫和杀意。太子李承泽废为庶人，终身圈禁。皇后王氏赐白绫1条，保留全尸。王氏一族凡参与此事者，满门抄斩。安国公裴正红娇女无方，时人不明，割去爵位，抄没家产，贬为庶民，永不录用。一道道圣旨像一把把刀子，宣判了所有人的死刑。我跪在下面，低着头，看着曾经不可一世的国公府就这么完了。我心里没有半分喜悦，只有一片平静。善恶到头终有报，你们的报应来了。国公府被抄家的那天，京城下了好大的雪，官兵冲进府里搬东西抓人，哭喊声求饶声响成一片。我爹裴正红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像个真正的老头。陈氏疯了，抱着一堆没用的首饰，又哭又笑。裴云舒被从宫里送回来，眼神空洞，像个木偶。他们曾经加诸在我身上的一切，如今都百倍千倍的还给了他们自己。而我在混乱中
换上了一身最不起眼的粗布衣服，背上我早就准备好的小包袱，里面是我这些年悄悄攒下的所有银票和首饰。这些钱都是我利用看见气运的能力，在外面做点小生意赚来的。比如告诉一个商人，他哪批货气运好，能赚钱；再比如提醒一个赌徒，他今天偏财气差，别上桌。没人知道，京城里那个神秘的小财神，就是我这个国公府的扫把星。我走到后门，门口的守卫都被前院的动静吸引过去了。这里没人，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这个生活了10几年的地方，这个带给我无数痛苦和羞辱的地方，此刻正被一片灰败的衰气笼罩。我看见裴云舒被2个粗鲁的官兵拖了出来，他看见了我，隔着漫天大雪，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怨恨，只有一种说不出的，像是解脱又像是悔恨的情绪。他好像明白了什么，但已经晚了。我冲他微微笑了笑，然后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风雪里。京城的繁华，国公府的恩怨都与我无关了。我要去江南买一栋小房子，开一间小铺子，过我自己的日子。从此以后，天高海阔，任我逍遥。我裴庆武自由了。3年后，江南苏州一条清幽的小巷里，开了一家小小的香料铺。铺子的老板娘姓裴，是个很年轻的姑娘。她不常笑，但待人很和善。铺子里的香料味道很特别，据说有安神静心的功效，生意很不错。这个老板娘就是我。我用带出来的钱在苏州安了家，日子过得平静又安稳。我很少再去看别人的气运，看多了心累，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关于京城的消息。听说废太子李承则在圈禁的地方病死了，听说安国公府那一家子被流放到了最苦寒的边疆，没几年就都死光了。听说新太子仁厚，深得民心，大燕国泰民安，这些都与我无关了。这天下午，店里没什么客人，我坐在柜台后打着瞌睡，一个穿着青布长衫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他长得很普通，但气质很干净。我抬起眼，习惯性地看了一眼，然后我愣住了。我看不见他的气运，他头顶上空空如也，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情况。要么他是神仙下凡超脱五行，要么他就是个死人。老板娘，他开口了，声音很温和。我找你很久了。我心里一紧，不动声色。客官，买香料吗？不。他摇摇头，笑了笑。我来是想问你一件事。他从袖子里拿出了一样东西，放在柜台上，是一只断了的木簪，3头是一朵快要磨平的莲花，是我娘的遗物，是我亲手收起来埋在国公府后院那棵老槐树下的。他怎么会？3年前国公府倒台，东宫被废。他看着我，眼神仿佛能洞穿一切。所有人都以为是太子和皇后自作孽，但我们查到，所有事情的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一只能看见气运，甚至能拨弄气运的手。我的手在袖子里悄悄握紧了。我不懂客官在说什么，你懂。他笑了，你不用紧张，我不是来抓你的。我叫谢之飞，是司天监的人。司天监掌管皇家占卜，观测天象的机构。传说里面的人都有一些特殊的能力，我们这种人生来就背负着天命。谢之飞轻声说，窥探天机是要付出代价的，你搅动了那么大的因果，居然能全身而退，这些年过得还这么安稳，我很佩服。我没有说话，我今天来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他把那只断簪推到我面前，天道有轮回，因果有循环，你剪断了别人的线，你自己的线上也会留下痕迹，往后好自为之吧。他说完转身就走了，像他来的时候一样悄无声息。我坐在那里很久很久，拿起那只断簪，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娘，我给你报仇了。我抬起头看向窗外，阳光正好，巷子里有孩子在追逐打闹，一片岁月静好。我伸出手看着自己的指尖，我的废柴气其实不废，它不仅能看见气运，还能在关键的时候剪断那根线。我收回手，擦干眼泪，笑了。去他的天命，去他的因果，我只知道我的命从今往后由我自己做主，这就够了。